老子好歹也是名古境的妖王，跟着白猿宫那老东西10几年，兢兢业业，眼看就要回西域妖庭享福了，偏偏要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等他那便宜干儿子，一头受狗屎运气的老虎罢了，凭什么比我受宠？这玉门关跟个铁王八壳子似的，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让我打探个屁的消息，随便编个理由回去复命算了。嘿，还真是镇魔司，还是李队您高瞻远瞩。咱们要是真听那娘们的话，傻乎乎的在城里巡街，怕是连根毛都捞不着。就是一个旅人家，懂个屁的行军打仗，这玉门关外的功劳，何该是咱们爷们儿来挣？都他娘的别掉以轻心！那平天真君乃是承丹大妖，咱们此行只在外围探查，切不可深入。李队，快看，那里有人！是妖物，看那身形，定是不入流的小角色。看我装糖，阴他一手。就这么个小东西。名古镜，快跑啊！结阵，结阵！废物！快跑啊！呀！他娘的，老子是来杀妖的，不是来伺候人的。大人乃是女子闺房，岂能跟咱们的狗窝一样？收拾干净了，大人住着舒坦。江校尉，末将冒昧打扰，敢问校尉可接到了什么新军令？为何你麾下的对正李贵带了10余人擅自出关了？大军未至，我先锋营的军令是驻守查换，严防妖物。李贵何时出的关？约莫1个半时辰前，城门手足亲眼所见。我干他妮儿的！这帮狗娘养的，想抢功想疯了！大战在即，若他们惊动了那头承丹大妖，打草惊蛇，这责任谁来担？周都尉放心，若是都司问责，皆由我江月初一人承担，与你无关。真君，小的在关外碰上了一对不知死活的镇魔司官差，顺手给您抓了个活口回来。哼，一个文贤境的废物有何用处？那玉门关有镇魔大阵，你就算问出虚实，难不成还敢去攻城？真君，奴家倒有一计。咱们何不借着此人潜入玉门关内？玉门关阵法虽强，但若我们拷问出关内布防，再由奴家幻术将弟兄们伪装成人，由他领路混入关中，只要毁了那镇魔之阵，玉门关便是一座死城，届时咱们鸠占鹊巢，据雄关而守，镇魔司大军又能奈我何？真君，
此计大妙啊！反客为主，反客为主，反客为主。准了。不过在此之前，我有话要问他。我且问你，你在镇茅司几年了12年。12年，那你镇魔司可曾斩过一头虎妖？自然是斩过的。无妨，你与我细细说来，一头都不能漏。大将军，可是还在为那头白猿忧心？咱们镇魔司精锐尽出，便是龙潭虎穴也能给他踏平了。不错，他若识趣，早该滚回西域。如今盘踞关外，不过是自寻死路。一头成丹妖物，我还不放在眼里。我只是想不明白，他明知我大军开伐，为何不走，反倒在关外大肆收拢妖魔？这不合常理，除非他有不得不留下的理由。西域妖庭亡我大唐之心从未死过，这背后定有妖庭的影子。3日之内，必须抵达玉门关。李贵这帮人死在外面也是咎由自取，可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算了，再有2日大军就到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只管安稳杀妖。大人，李贵那伙人回来了！李贵那伙人回来了！回来了，人在哪儿？还在城门口。周督安派人传话，请您过去清点。这是把烫手山芋丢给我了。走，去看看。周都尉，我等在关外与妖魔厮杀一夜，九死一生才逃回来。您为何不让我等入关休整？李队正，此事体大，等江校尉来了再做定夺吧。江校尉，我等昨日发现妖物踪迹，擅自带人追击，险些丧命，幸得弟兄们拼死逃脱，躲了一夜风沙才找回来。托校尉洪福，弟兄们一个都不少。衣服破了，脸上有灰，可偏偏一个伤口都没有，连一丝血腥气都闻不到。这么说，你们是立功了？不敢说立功，只求无过。托校尉的福，弟兄们能回来就是万幸了。很好。这一巴掌是替司礼打的，巧言厉色，蒙骗上官。这一巴掌是我打的。奇耻大辱！我堂堂名古大妖，竟被一个人族黄毛丫头连扇2个大逼兜！我要杀了他！卑职错了，求校尉再给一次机会，卑职愿上刀山下火海。周突尉，借你的人已用，江台他们卸了兵刃，关进大牢。江校尉，我们认打认罚，为何要下狱？校尉三思啊！郭子。
谁再多说一个字，如此手。进来了，只要能混入城中，攻守之势将逆转也。带下去。那个贱人，他怎么敢这么对我？狗哥息怒啊！息你娘的怒！狗爷，您忍辱负重，让我等顺利入关，此乃头功。等毁了镇魔大阵，破了关，第一个就把那娘们抓来，让您扒皮抽筋。就是，到时候让他跪着给您舔脚上的泥。行了，入了关只是第一步，现在高兴太早了。3更天，看守最松弛时动手。扈三娘，那小子呢？放心，他中了我的牵丝引，到时候我会让他带路去找镇魔大阵的阵眼。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这关内有大阵压制，你我妖力只能发挥4、5成。在大阵被毁之前，一旦行踪暴露，全都得死。时候到了。终于，老子今晚要将那小贱人碎尸万段，活剥了皮挂在城头。别白费力气，这牢房外墙青砖，内里玄铁，真君亲至也休想轻易破开。该你了。奇怪，这外面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定是那群人族官差以为铁牢万无一失，跑去偷懒了。走走走！狗爷，我觉得这牢里挺好的，暖下凉还管饭，咱们还是别出去了。滚你娘的！你他妈犯什么浑？赶紧跟上，莫要再……怎么，诸位这是要去哪儿啊？大人，李贵违抗军令，您为何还要放他进关？就该让那狗东西在关外自生自灭。阿弥陀佛，若拒之门外传出去，怕对大人名声有损。大人，卑职有失启禀，那李贵一行人根本不是原先那伙人。李贵左耳垂下的黑痣没了，手下张三的刀疤从左脸跑到了右脸。身高、步态、口音皆有细微出入。大人，我怀疑他们是妖物假扮的。我知道。大人，您既然知道他们是妖物，为何还要放这群畜生进城？在城门口动手，地方开阔，万一乱起来跑了1、2个，我岂不是很心疼？我这人有个毛病，实在是太贪心了。关门！一个不留！一个不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扈三娘不是说今夜摸清阵眼，毁掉大阵吗？城门口的刁难，干脆利落的断手，还有这毫无防备的大牢，我们被耍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是妖，你是故意放我们进关的，故意放我们进来，就凭他这几十号人，兄弟们，在这大阵里，我们虽发挥不出5成实力，但拼死一搏，足以屠了这玉门关。江大人，
你大半夜把我从被窝叫来做见证，就是看这个？你早知道他们是妖，拒之门外便是，为何要放进关内？你拿什么跟10几头大妖赌命？大人跟这帮畜生废什么话？您一声令下，弟兄们放箭宰了他们。周都尉，看清楚了。不过你放心，今日之事，尔等皆无需插手。啊，无需插手。大人，您要一个人单挑他们全部？狂妄的贱人，一起上杀了他！冲出去，死战！今日谁也别想走。哎！散开！快逃！我操！一刀秒杀冥古境大妖，这他娘的是一个17、18岁少女能拥有的力量，他开挂了吧？滚开！救我！贱人，给我松手！你想害死我吗？我若是死在这里，青丘涂山势定不会善罢甘休！你敢丢下我试试？算你狠！周子伟，还愣着干什么？放箭！快给老子射！把那2头扁毛畜生射下来！你们是吧？放我下来！你们这群天杀的断子绝孙的狗东西，老娘要将你们扒皮抽筋！疼死老娘了！终究是手段不够全面，让这2只鸟兽跑了。赶杀冥古境生物若干，开始结算妖魔道行，结算成功，获得3425年道行。3400多年道行，跑了2个废物算什么？这波赢麻了。怎么回事？就你们2个回来了，狗老二他们呢？就剩他们2个了。败了，除了我2人，全军覆没。全军覆没！你们可是10几头冥古境的大妖，就算在玉门关内受阵法压制，也不是阿猫阿狗，怎么可能说没就没？那个女人是个怪物，她一个人独斩了我们10几名弟兄。哼，一派胡言！我看是你们打了败仗，故意夸大其词，寻个脱罪的由头。由头？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1刀，仅仅1刀，狗老二连他1刀都没接住，脑袋就飞了。蛇老三、鼠大全都是1刀1个，我们10几号大妖在他面前就像待宰的猪狗。这还没完，他出刀时身会浮现出一头惊天猛虎的虚影。那虎影带着滔天煞气，我们本就被大阵压制，在那虎影面前，连妖力都无法运转。虎影，道士化形，看来玉门关出了个不得了的变数啊！
有消息了。是。说。回陛下，下面的人一路追查到明妃娘娘的故乡陇右，可那处村落早在几个月前便被邪祟摧毁殆尽，如今已是一片荒芜，再无人烟。奴才斗胆，若是当年姑爷长公主真的被送回了陇右那处村落，怕是凶多吉少，一村百姓被屠戮殆尽。这摩斯是干什么吃的？朕每年耗费无数金银养着他们，就是让他们眼睁睁看着大唐子民被妖魔当猪狗宰杀吗？陛下息怒，当年姑爷长公主是否真的被送回陇右并不确切，或许长公主福泽身后，并未在那村中尚有转圜余地呀，陛下。如今陇右道镇摩司管事的是谁？回陛下，只会是裴风云死后，由大理寺少卿魏文达之子魏和代管。魏文达，如今江勋一案便是他在督办吧？几个月前就以人证物证确凿的案子，怎么还没结案？这魏氏一族当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奴才不知。罢了，传旨下去继续追查姑爷的下落，哪怕是当年伺候过他的人，活着的严刑拷打，死了的也给朕抛出来查。另外告诉魏文达，江勋的案子早些结了，莫要再耽搁。奴才遵旨，奴才告退。父皇啊，父皇，你见着园子假惺惺悼念母妃，却为何将我留在宫中，又将姑爷送走？你为了皇权顾虑重重，但我不懂。天下人皆以为我有野心，却不知我夺这天下只为了一个人。姑爷，我一定会找到你。魏兄如今是大唐的皇帝，等找到你，我要宠你到上天入地，宠到这世上除了我，再也没人能受得了你。宿主江月初，境界冥谷中境，已收录妖物虎山神天成、青面郎君染珠、朱叶魔影、黑山雄君魔影，剩余道行3425年。黑山雄君，听名字就是皮糙肉厚的刚猛路数。至于这朱燕，《山海经》里记载是剑泽大兵的凶手，怎么会是一头猪妖？罢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便知。系统灌注。第1年，你是一头福陵山的小野猪，很弱小，但很能吃。第30年，你化形为一个白胖少年，混入苏庄偷学剑法。第32年，你和庄主之女苏婉相恋，她教你认字，给你讲山外的故事。第34年，你现了原形，她吓坏了，却抱着你哭了一整晚。第51年，苏婉被活活烧死，因为她生下了一对猪妖。第70年，你对人族厌恶至极，对剑痴迷到了疯魔。第150年，西域妖庭使者招揽，断言你若无妖庭秘法，此生无望踏入成丹境。你动摇了。消耗350年道行，成功染珠朱燕，获得天赋秽土金身，其身如秽土，不惧刀兵水火。获得神通血肉冰装，催动血肉附着冰刃，极大增强锋锐与坚韧。好霸道的天赋和神通！好饿！日攻发动！提升猪妖后，这吞噬功法的效率也增强了，简直恐怖！
力量。该死，戏太多了。警告！警告！气血已达冥谷境临界值。一身气血已经熬炼到了这具身体的绝对顶点，再不突破，这满溢的气血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把我直接撑爆。承丹，迫在眉睫，再不突破，就要被这气血撑爆了。系统，灌输合丹之法，万壑归元经，直接给我灌到顶！消耗45年道行入门，消耗110年道行精通，消耗830年精通，万壑归元经已达无上。合丹之法开！以身为炉，以气血为火，以神魂为锤，给我凝！这就是承丹境，内外交应，天地相合。承丹境，内外交应，天。以前打架用的是自身气血，花一分少一分，现在直接连上了天地的国库，力量源源不断。试试新神通，血肉冰装。好强的锋锐感！我的个乖乖，这只是一把普通的百人钢横刀啊！加持神通后，竟然恐怖如斯。要是以后弄把真正的是神兵，宿主江月初，剩余道行2245年，烧了1000万多年道行，换来承丹境和神级技能，绝对不亏。还剩2000多年家底，接下来是继续提升猪妖，还是……大人，大人，何事如此惊慌？关外，关外，关外有军报，魏大将军亲卫800里加急。这是在哪儿？自然是在玉门关大牢。玉门关，我回来了。对了，妖魔，有妖魔，快去禀报江大人！妖魔早就被江大人一个人杀完了。你若识趣，便乖乖待着，等候江大人发落。杀完了？怎么可能？那可是10几头冥谷境的大妖，一个人怎么可能杀得完？就在半个时辰前，江大人提着刀，跟砍瓜切菜似的，一刀一个，把那10几头妖骨全给剁了，凶得不像话。妖物死了，我还活着，违抗军令，引妖入关，死1万次都不够。我甚至还要牵连家族，完了，全完了。喂，你做什么？
800里加急，魏大将军的亲卫给你的。是。他人呢？那人交下此信，便匆匆离去了。即刻出关，前往关外30里孤峰接应，切莫声张。魏大将军的部队明日便能抵达，有什么急事，非要我一个卧先锋营校尉深夜独自出关。这没头没尾的命令，绝不是魏和稳重的作风。辛苦了，你先下去吧。是。李贵，是你。幻术，看来今晚还有大雨。我说这法子真能成吗？相隔几百里，真能让镇魔司的人乖乖出关送死？该不会是这骚狐狸为了讨妖王欢心在胡言乱语吧？闭嘴！你们懂个屁！吴三娘可是青丘涂山氏嫡系，她的幻术岂是你们能揣测的？幻术再精妙，还能隔着几百里施展？切！莫说几百里，万里又何妨？那李贵被擒时，就已经被胡三娘种下了幻影，他现在神魂早已被操控，甚至胡三娘还能借着引子扭曲他的样貌，神不知鬼不觉，防不胜防。只要那女人敢独自出关，今夜这孤峰便是她的葬身之地。我要用她的血肉祭奠我那10几名手下。真诀，我失败了。你特么刚才不是吹得天花乱坠吗？脸疼不疼？这天可真黑呀！神君，非是奴家手段不济，实在是那人族女子疑心太重。奴家借李贵之口传了假信，可他根本不为所动。这种人，仅凭一封信根本引不出来啊！无妨，人族狡诈，最善权谋。此计我本就未曾指望能成。真君，那咱们大老远跑来玉门关外，又是为了什么？我大张旗鼓在此立府，不过是想让我儿能找到回家的路。但如今既然出现了一个可能知晓他下落的人，我已无心与镇魔师大军周旋。传我令，妖府散了，尔等各自寻个地方潜伏，莫要再露行踪。那您……玉门关内有封魔大阵，他不出关，我奈何不了他。但我会在暗中盯着他，只要镇魔司大军退去，他一个人总有落单的时候。斑斓猛虎雕法凌厉，那胡鹰简直和我儿一模一样。可一个人族身上怎么会有我儿的刀势？难道……他竟然出来了！他怎么可能出来？你来了，我没想过你能来，更没想过凝之世纪，你还敢一个人站在我面前。你费尽心机引我来，
不就是想见我吗？倒是我矫情了。既然来了，我且问你一句：你可见过我儿？不曾。不曾？那你这一身刀法，那刀式凝湖的手段，究竟从何而来？虎山神的记忆里曾出现过一头白猿，难道就是这个？你的孩儿是一头老虎，虎山神是吗？你见过他？你杀了他！果然如此，被一头成丹境大妖暗中盯着，这种感觉太难受。我要你给我儿陪葬！成丹境正好拿你试刀。我这个亲娘嘞，咋了这是？地龙翻身了！快去通报大将军！我封口固气法圆满，合丹之术更是无上境界，气血精纯远超同阶。可即便如此，与这老东西硬夯一记，竟然隐隐落了下风。这人族少女如此年轻便踏入成丹，竟能以肉身与我这浸淫成丹数百年的大妖角力，我道如何？我儿死于你手，不冤。要打就打，磨磨唧唧，废话真多。你千不该万不该，在我面前用刀！血肉冰装。我靠，黑妈的脊椎都没了还能动，力道比刚才还夸张。玄幻世界果然不讲科学。吾乃白猿公，一生纵横900载，上可翻山覆海，下可镇压群峰。蝼蚁小儿，你如何敢挡我？你如何能挡我？被动挨打，迟早被磨死。那就看看谁的命更硬。我这古刃乃极古服役1000年寒铁祭炼，连点墨境妖王都不敢应接。以伤换伤，你也得有命来填，给我死来！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这古刃连点墨境妖王都不敢应接，竟然连他的骨头都没砍到！我的个乖乖，秽土金身加上核丹气血，防御竟然这么变态，那我刚才还挡个屁啊！不是说跑就跑，还有没有一点成丹境大妖的骨气了？
哼，虎煞血废！怎么可能？万物生灵的肉体强度与力道息息相关，这是铁律。他的力道虽然恐怖，但怎么会有如此诡异强横的肉身？我堂堂承丹大妖，西域妖庭也有我一席之地，竟被一个人族女娃追得如丧家之犬！自寻死路，那我就成全你！末将方振国恭迎大将军。方将军免礼。先锋营就只剩下这些人了，江校尉呢？启禀大将军，昨夜李贵违抗军令，引妖入关，江校尉识破伪装，一人一刀将10几头名古境大妖尽数诛杀。既然妖物已除，他人呢？昨夜子时，关外百里突发异动，地动山摇。我们去寻江校尉，却发现他一人一起，早已独自出关了。胡闹！区一个7品校尉，竟敢无视军令！他把大将军的将帅令当什么了？此女行事乖张，不顾大局，擅自放妖入关已是大错，如今又夜半出关，简直是狂妄至极！末将斗胆。江校尉心思缜密，若非他识破伪装，玉门关后果不堪设想。他能独占10入头大妖，胆魄实力皆是上乘，独自出关必有苦衷。你算什么东西？区一个守关都尉也配在这里说话？够了！昨夜的动静在何处？回大将军，就在那座孤峰方向。你当真以为本君怕了你不成？不怕。那你跑这一晚上，是在锻炼身体吗？你若是就此离去，本君答应你今日之事就此作罢。我儿之死，也与你再无干系。哼，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放虎归山。本座乃承丹大妖，若是强饮妖丹，殊死一战，你也未必能活。至此收手，何至于2败俱伤？放你走于我而言有何好处？在我眼中，2败俱伤也比让你单赢要好。你若不是奉了妖庭之命去帮黑河那女娃巩固根基，耗去了我近半本源妖丹，我何至于落到这般田地？区一个人族承丹，我全盛时期翻手便可镇压。好，既然你执意求死，那本君便成全你。本座平天真君，右观沧海，常悟神山，掌搬山之神通，我岁月之权柄。如今的我统尽无敌，
何所惧也？操！装神弄鬼！Feel like a girl, I wanna find my heart. Fighting when I break out, a lifestyle dark. Honey, when I break out, type so smart with a psycho joke. Like dice go start off, who are you? Better know yourself. Know your soul, gotta know your love. So you're wrong, get a home, don't melt it. Don't you fall, but you're like hell. But who am I? Admire me, I'm not the one you wanna fuck with. Late nights messing up my sleep, so I'm flustered. Taking out aggression with my pen because I trust it. Breaking, trying to get myself a lamb color custard. A chain from hanging by his chain, click bang, feeling rage. 我没有直接砸死你，我要亲手一寸一寸吃掉你的血肉，让你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我生吞活剥。你有什么底气？你凭什么到了现在还敢这么镇定？他还在里面，是谁？谁在帮他？好久不见。现在你在我眼前，我想爱。击杀成单境生物，获得其道行921年。属下虎山神见过主人。有神智？有。记忆呢？亦有，虽有些破碎，但生前种种大致记得。那你记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死的？自然记得，是死于主人刀下。你不恨我？为何要恨？普外之妖受七情六欲与血脉本能驱使，看似逍遥，实则浑恶，与山间野兽无异。入得妖谱，方才斩去凡尘，明悟本心。主人杀我，乃是点化之恩，再造之德。哼，你这套说辞倒是新鲜。姑且信了你这鬼话，不过最好别让我发现你有什么小心思。多谢主人。主人，有人来了，人很多，来得很快。散了吧。可惜了一头成丹大妖的血肉，要是能用血石攻吞了，修为肯定能长一大截。但现在镇魔司的人来了，显然是不成。检测到未收录妖物，是否消耗道行收录？收录。老李，你说大将军这是唱的哪一出？一个七品校尉私自出关，就算要罚，也该战后再说，何至于大军出动？我听说这江校尉邪乎得很，入司不到1月，连升2级成了校尉，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你们可还记得前任指挥使裴风云是怎么死的？慎言，这事你也敢提？不要命了！这是首饰，这气息是成丹境大妖，难不成是平天真君？啊！我尼玛！这他妈发生什么事了？他一个人把平天真君给宰了！这可是成丹大妖，就算是魏大将军亲自动手，也得费一番手脚。怎么可能悄无声息死在一个17、18岁的女娃子手里？
难道这大妖本就受了重伤，被他捡了漏？对，肯定是这样。哼，要是他真是程丹镜，老子当场跪下喊他娘！傻的，侥幸。你入承丹了？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在昨日夜里，突然来了感觉，便顺势破了境。天下武人穷尽一生，能合丹而成的凤毛麟角，多少人被困死在这一步。到了他这里，竟然像饭后消食一样随意。17、18岁的程丹镜，这他娘的说出去谁信啊？咦，十郎将，你的脸咋红成这样？太热了，老子中暑了不成吗？大人，坐。此次斩杀承丹大妖，你当居首功。可你这功劳太大了，大到我不知该如何赏你。寻常的郎将一职对你已是屈才，可再往上的偏将之职目前并无空缺，更何况你太年轻了。17、18岁的程丹镜，若是传回长安，不知要掀起多大的风暴，是福是祸犹未可知。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思，你想要什么？什么都可以。只要我镇魔子给得起。要钱财，我已是程丹镜，搞钱太简单；要官职，当官有个屁用！前任指挥使权势滔天，还不是说没就没了？这世道还得靠拳头说话。要武学秘籍，我有百妖谱和海量道行，镇魔司的武学库，我还真看不上。大人，你可还记得当初我未入镇魔司时，您对我说过的话？什么话？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欲伐参天大木，必先利其器。如今我已是承丹之境，不知可否告诉我父亲将勋一案的真正内情？你如今已迈入承丹，有些事情告诉你也无妨。不过我知道的也并不多。你可知当今太后？太后，这跟我爹的案子有什么关系？若只是太后柳氏，倒没什么。关键是她背后的柳家，柳家实是豪门千年世家，其族中更是有燃灯镜的老祖坐镇。放眼天下，也只有皇室李家和清河崔氏能与之匹拟。你父亲江巡一案，明面上是党争倾轧，背后大抵就是柳氏的手笔。没有，原主的记忆里根本没接触过这种庞然大物。老爹啊，老爹，你惹谁不好？这个千年世家，看来短时间内我是救不了你了。大人，您刚才说的燃灯镜又是什么？寻常人听到自己惹了千年世家，早就吓破了胆。你关注点怎么这么偏？文玄、名古、承丹，这三境，武者练己身，熬气血，说到底不过是在凡尘中打滚，此为凡尘三境。而在此之上，武者窃天地之机，方可登堂入室，此为登堂四境。承丹之上为点墨，点墨之上为种莲，种莲之上乃是关山，而燃灯便是登堂最后一境，也是我大唐武道的顶点。一入燃灯，寿元千载，做官沧海桑田，与国同修，这等人物已非凡人。我操，活1000年，这世道人命如草芥，竟然有人能活1000年。大人，整个大唐有多少燃灯镜？那柳家当真有？不知总数，但这等老怪物，非亡国之危不现身。至于柳家，镇魔司耗费极大代价查证，绝对有。千年老王八！啊，老王八！你管活了1000年的燃灯镜，老祖叫老王八！口误，口误。大人您继续，您继续。
江月初，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明白，你父亲的案子远比你想象的复杂。以你现在的实力，在柳家眼里就是一只蝼蚁。不过你也不必太忧心，你父亲的案子正是我父亲大理寺少卿魏文达在督办，他一生铁面无私，绝不会让冤案草草了结。而且你现在身处陇右，又入了我镇魔司，柳家再手眼通天，也不敢轻易动镇魔司的人。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安稳待在陇右斩妖，立功提实力。以你的妖猎天赋，未来未必不能入总督司的眼。届时若能得总指挥使大人赏识，区区一个柳家又算得了什么？区区一个柳家，一个有燃灯老祖坐镇的千年世家，在总指挥使眼里只是区区。咱们总指挥使很强吗？燃灯圆满，那是真牛逼。行了，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只需记住，安心待在陇右，活着一切皆有机会。多谢大人。叽里咕噜说了半天，其实说了个寂寞。除了给我科普了升级路线，顺便告诉我对手是个带千年老王八的顶级豪门之外，案子的细节半点没提。也对，为何远在陇右能知道这些心秘已经很不容易了，到头来还得靠我自己杀回长安去查。就怕等我有本事杀回长安的时候，我老爹江巡的人头早特么弄低了。看来这斩妖升级的速度还得再快点才行。连柳家这种带千年老祖的世家都出来了，必须抓紧时间把实力提上去。宿主江月初，境界承丹出境，道行2516年，新收录妖物白猿宫魔影，新增5学，近5谷圆满。柔若五谷，动如妙舞，千般变化皆在我手。那老东西脊椎抽出来还能活蹦乱跳，靠的就是这个吧。这他娘的也太变态了。虽然对正面杀伤没什么提升，但对敌的时候来这么一手，对手估计得怀疑人生。没事，我现在不差钱，系统灌注虎啸镇魔刀。消耗260年道行，虎啸镇魔刀已达无上。接下来是妖物，老袁收录就花了几百年，升级太贵，性价比太低。先把猪妖加满，系统给我把猪妖灌到顶。消耗1120年道行，朱焰进度已达天成，可召唤实体作战，解锁妖化。朱焰神通血肉冰装进阶为血肉魔装，血肉魔装催动血肉化作甲胄冰刃，随心而动，攻防一体。血肉魔装，试试看。局部覆盖威力就这么大，那要是全身呢？全身魔装，开！毫无迟滞感，肉体防御和力量至少提升了1倍。除了缺个远程攻击手段，我现在简直就是个6边形战士啊！该死的畜生，该死的镇魔司，差点坏了本公主的好事。不过多亏了白猿宫先前帮我巩固根基，加上这么多年的血肉滋养，不出3日，本公主便可凝聚龙珠。
这大唐地界人族的血肉如此鲜美，当真是个快活的好地方。真搞不懂，父皇为何要对人族如此小心翼翼？早就该放我来大开杀戒了。终于回来了。屋子起了这么厚的灰。承担有个屁用，到头来还不是得自己打扫卫生。找个丫鬟吧，我身上秘密太多不方便，自己干吧，又觉得对不起我兜里那2000两银票的富婆身份。这般安宁，真是久违了。请问可是江校尉家？我刚从玉门关回来，歇了还不到3个时辰，真把我江月初当牛马用啊！江校尉，徐大人有请，让您立刻去一趟司礼。徐长风，这小子最好真有什么要紧事。徐大人，几个时辰前为何宣布他踏入承丹时，我还以为是个笑话。可现在，他身上那股与天地相合的气息做不了假。徐大人，你喊我来也不说话，就这么干看着我发呆作甚？莫再叫我大人了。什么意思？你如今已是承丹，更是独斩承丹大妖，再让你当个7品校尉，传出去镇魔司要被天下人笑话。今日魏大人一回都司，便定下了你的去留。擢升玄字营校尉江月初，为从6品镇魔郎将，就算升了郎将品级，也还在你这偏将之下。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除了升任郎将，魏大人还有另一个打算，将你调离玄字营。那我这郎将去哪儿？天字营。又是你这女娃娃，这才消停几天，你又来做甚？领装备，拿钱。莫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六品郎将，搞鸡毛啊！你他娘的10来天前才刚升到8品队队正来领过钱，这才几天功夫又升。你可知伪造司内文书，该当何罪？老伯，大印可做不了假，别愣着了，赶紧把我的郎将制服和俸禄拿出来吧。你可知伪造司内文书，该当何罪？哼，我伪造你个锤子啊！莫要为难他了。李郎将，您怎么来了？此事乃魏大人亲自定下，不会有假。日后江郎将便是我天字营的人了，他的腰牌衣物都要重新置办，你这边快些走流程吧。天字营，快些吧，
误了时辰，魏大人那边可不好交代。狼将制服，肩袖金锡，所用乃是火信布，水火不侵。江大人，这是您升任校尉补发的40两月俸，加上此次擢升狼将的100两月俸，怕您平日用钱不方便，小的自作主张给您换了些零碎的，您点点。多谢。江郎将，请随我来吧。乖乖，这陇右道怕是真要出个不得了的女怪物了。在下李清远，天为天字营狼将。天字营内不看重职位高低，同袍之间大多以兄弟相称。我迟长你几岁，若不嫌弃，以后喊我一声李大哥便是。当然，这只是咱们营里的规矩。若是出了门碰上其他营的长官，礼数还是不能少的。我是那么没眼力劲儿的人吗？江月初，江姑娘大名，如今司里谁人不知？我看你这般不便，不如先回静瑶坊收拾一下，换上制服，在下陪你走一趟。那便有劳李大哥了。他娘的，这雨下的也忒闷了，裤裆里都快长蘑菇了。阿弥陀佛，陈施主心浮气躁，不如来2把。滚你娘的！上次输的钱还没结，又想套老子的钱。几位大哥都在呢，在下王小二，新来的对证，以后还请多多关照。新来的对证，那我们江校尉呢？几位大哥怕是还不知道吧？哪儿还有什么江校尉？如今该叫江郎将了。我听我舅舅说了，江大人如今早已迈入成丹之境，前些日子在玉门关外，更是独自一人斩了那成丹大妖平天真君，功劳太大，直接破格提拔成了6品狼将，还被调去了最精锐的天字营。真的假的？你舅舅谁啊？吹牛不上税是吧？骗你，我是你孙子！现在上头的狼将、偏将都知道了。不对啊，你们不是跟着江大人去玉门关的吗？怎么会不知道？17、18岁的成丹境独斩大妖，若做出这些事的人是我，那看不起我的家族又会是何种表情？他娘的，江大人到底是个什么怪物？阿弥陀佛，江大人本就不是池中之物，与我等终究不是一路人。我听我舅说，当时江大人与那平天真君在关外足足大战了1天1夜，打的那是天崩地裂，日月无光，想来定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苦战啊！天字营算是咱们陇域镇魔司最精锐的一营，魏大人将你调入天字营，一来是看重你的实力，二来也是想让你少些俗务缠身，好专心修行。李大哥进来坐坐。不了，我就在此处等你，不急。我李清允自问见过的奇女子不少，有金枝玉叶，有江湖女侠，可没有一人能像江月初这般，17岁的成丹境独斩平天真君，就算是放在长安城，也足以让那些自诩天骄之辈黯然失色。李大哥，江姑娘很合身。我也觉得。走吧。咱们天字营虽然精锐，但说来惭愧，在全国15道都司里，陇域天字营人手最少，实力也是公认的末流。这是为何？妖魔不是朝廷越管不到的地方越猖獗吗？朝廷连指挥使的位置都空悬至今，可见对这里多不上心。江姑娘对陇右这地方如何评价？穷山恶水，不怎么宜居。正是如此，连那些江湖大派世家望族都不愿意来这黄沙戈壁。妖魔修行，洗蚀武者气血，越是境界高的武者，对妖魔越是大补。所以那些真正有实力的大妖，甘愿冒险也要往中原人口鼎盛、资源丰厚的地方钻。所以别看咱们陇右偏远，反而是受妖魔迫害最轻的地方之一。一头成丹境的平天真君就能在这里称王称霸，要是丢到中原腹地，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可朝廷在这里屯驻重兵，人口也不少啊。
军营之中煞气冲天，寻常小妖连靠近都难。要是真惹了军队，成千上万兵卒围剿，鸣古镜也得脱层皮。换做江姑娘你来选，一边是中原腹地遍地手无寸铁的百姓，另一边是鸟不拉屎的荒野，还要提防煞星军队，你选哪个？我选山清水秀的。江姑娘，入了天子营，有些话我必须提前跟你说清楚。天子营接最凶险的差事，其他营啃不下的硬骨头，都得咱们来啃。进了这扇门，朝不保夕是常事，很多人意气风发的进去，最后躺着出来。没人不想往上爬，可平坦的路好走，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寻常路。只有泥泞之路，才能留下最深的脚印。但凡能从天子营活着走出来的，便等同于一只脚踏入了总督司的门槛。你想清楚了吗？老李，老李，我正要找你。师兄，这位是江月初，江郎将。如今已是我天字营的同僚，以后都是自家人。我操！我昨晚刚发誓，要是他真是成丹境，我当场跪下喊他娘。他怎么来天字行了？在下石重月，天字营郎将。半步成丹，半年之内我也定会突破。这人脑子有病。这石重月无非是嫉妒人家年轻破镜，心中失衡罢了。武道一途，对强者连点怜悯之心都没有，难怪卡在半步成丹。江姑娘，这位是赵一，也是咱们营里的郎将。见过江郎将。老李，你来的正好。魏大人刚传下话来，黑河那边好像又有些动静。黑河？我记得之前黑河道观腥臭已经解决了，怎会还有异动？黑河？我记得之前黑河道观腥臭已经解决了，怎会还有异动？黑河？我入镇魔司的第一件差事就是黑河，那黑灵水怪不是被我宰了吗？我怎知道？魏大人说，前2日黄字营探子路过黑河上游，说那里妖气又冒出来了，隔着老远都能看见，瞧着像是有什么大妖要出世。反正现在手里没差事，走一趟便走一趟。老李，你去不去？好巧，当初黑河之事正是我处理的，那河里的黑灵水怪已被我斩了。竟有这般巧合。既然江姑娘对那处熟悉，不如我等同去，就当是你入天字营的头一桩差事，如何？好，正愁没妖杀，没经验刷，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去便去，只是……既然如此，那便说定了。师兄，你我先去备马，李兄与江姑娘先行一步，我们在都司外集合。江姑娘，莫怪，师兄他这人……没事，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反正他刚才也没让我叫他好大儿。师兄，你似乎对江姑娘有些意见。武道一途，达者为先，何曾有过男女之分？你若连这点气度都没有，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我能怎么说？难道说我心里发过誓，他现在算我半个老娘？这话说出去，我还怎么混？放屁！你莫要胡说！我石重月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哦，那便是你怕他。怕他？笑话！
别看他入了成丹，可终究经验尚浅，真要动起手来，我跟他九一开。人家孤身一人在关外斩了成丹大妖平天真君，就这份战绩，你所谓的九一开，怕不是他出一拳你下九拳，去跟那平天真君作伴了吧？操！走得比龟爬还慢，等咱们到了那黑河的妖物，怕是连娃都生一窝了。师兄若是嫌马慢，可以下来自己走，想来是比马快的，倒不是想磨蹭，实在是这雨后的地不适合骑行，左右不过多花半日功夫。江姑娘，不如你与我们说说，当初黑河发生了何事，也好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当初我们一路追查到黑水村，打探到了村正将自己女儿陈塘的事，后来沿河而上，在回水湾遇到了那头妖物，当时还有个小女孩，名为阿水。唉，亲手将女儿陈塘，何其悲凉，又何其愚昧。愚昧？老李，你真是读书读傻了吧？那杏儿肚子里怀的是妖胎，我看那村正非但不蠢，反而果决得很，不淹死他，留着生妖魔吗？师兄说的有道理，村正再果断，黑河不还是臭了？到头来还不是得靠咱们镇魔司去擦屁股？妖物作祟，百姓求生，咱们斩妖立功，各取所需罢了，哪来那么多是非对错？赵兄此言差矣，我等身为镇魔司之人，奉的是朝廷王法，行的是护佑百姓之职。村民滥用私刑，以触犯律法，与妖魔何异？若人人都只为自己活命，肆意妄为，这天下与炼狱有何区别？行了行了，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甚用？当初江姑娘斩了那妖物，如今又有妖气出现，莫不是先前斩的那头是公的，如今母的带着一家老小回来报仇了？你刚刚说什么？娘？什么娘？你听错了吧？操！我怎么把心里想的誓言给喊出来了？不太可能是寻仇，水泽精怪大多独居，领地意识极强。依我看，倒像是老妖死了，来了头新妖鸠占鹊巢。江姑娘，当初那名唤作杏儿的女子的尸身，后来是如何处置的？当时我只顾着斩妖，善后之事是队长刘晨操办的，他行事稳妥，想来不会遗漏什么。如今龙珠刚成，正是需要进补的时候。多谢款待呀！待我在此地休养些时日，定要去那大唐的中原看看。听闻那里人烟鼎盛，武道高手如云，想来他们的血肉定比这些边陲之地的凡夫俗子鲜美百倍。这妖气怎会如此雄厚？此地的妖物定然不是寻常之辈。好香的血肉味，比那头成丹境的平天真君还要诱人。这绝对是成丹境以上的大妖，我的血势功快压不住了。走，去看看。若是成丹大妖，探明情况，立刻回去通报都司。
消失了，那股妖气竟然瞬间没了踪影。什么情况？妖呢？官爷，小姑娘别怕，我们是镇魔司的人。你叫什么名字？是你，是你。小姑娘别怕，能不能告诉我们，刚才这庙里可还有其他人？我叫阿水，王爷已经被你们杀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小丫头片子，少他娘的跟老子装神弄鬼！刚才这里妖气冲天，现在只剩你一人，你就算不是妖物，也必然与妖物有勾结！给我死来！这都没反应，难不成真是个普通的乡野丫头？里面没什么问题。老子就不信了，连个鬼影都找不着！老李，我还是觉得这丫头有古怪。妖气那么重，她凭什么不死？难不成妖魔也尊老爱幼？要我说，干脆一刀劈了算了，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不可，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我等镇魔司之人行事须有法度，没有十足的把握，如何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童下手？此事确实古怪。若说这女童与妖物没有半点干系，我是不信的。别怕，没事。江姑娘果然心细，见不得这般可怜光景。切，妇人之仁。这眼神我太熟悉了，每次我饿了想吃人的时候，就是那种眼神。区区人族蝼蚁，凭什么敢用这种眼神看我？你怎么敢吃我？你怎么胆敢想吃我？承丹大妖，绝对是承丹大妖！聒噪！什么情况？刚刚还不可一世的承丹大妖，眨眼间脑袋就被按进地上了。黑河边有一座村子，你们去那里等我。这可是承丹大妖，我们岂能让你一个人？乖，听话。我要杀你10000遍！我等在村中恭候江郎将。死！眼前的女人必须死！血肉魔庄。
这是什么手段？这还是人族？就这，滚！给我下去！为什么我堂堂白娇一族公主，血脉高贵，连西域妖庭之主见了我父皇也得以礼相待？如今我凝聚龙珠，踏入成丹，假以时日必能化身真龙。可这个女人明明只是人族成丹初阶，为什么是这么恐怖？还有那诡异的血肉铠甲，那到底是什么怪物手段？怪物手段，你究竟是什么东西？食物不需要问这么多问题。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会被活活砸死，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算龙珠未稳，今日也必须拼命了。血肉魔爪法！硬扛简直是笑话，这可是我用龙珠引动的天地之威，每一滴水都蕴含妖力，足以夷平小山，铜镜大妖也不敢用肉身硬扛。这不可能，给我凝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世上怎么可能会有这般恐怖的元素？到底谁才是妖啊？竟然破防了！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被一个人族用这种方式打到毫无还手之力。我终于明白了，他硬扛我的爪子，不惜被刺穿肩胛骨，就是为了防止我挣脱。他是在用自己的身体给我上一层保险。
疯子，这是个疯子！我父王乃是西域妖王，我是西域妖庭白蛟一族的公主，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不愧是蛟龙，生命力真强。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斩杀成单境生物，获得道行645年，检测到未收录妖物是否消耗道行收录。消耗1100年道行，成功收录。靠，怎么回事？筒子，你吃回扣了吧？收录花了1100年，比杀他赚的还多。成功魔影白蛟胶血，获得妖物馈赠，获得神通控水，可引动周遭水汽，化水为冰，随心而动。第一阶段直接给神通了，难怪这么贵。不亏不亏。4。去。威力一般。极限距离是100米吗？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一招我能不能复刻？原来如此，这门神通消耗的不是气血，是神魂。现在神魂强度还不够，支撑不了这么大范围的攻击。不管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血石功发动！恭喜宿主境界已达成丹中境。成了，怎么感觉力气比之前大了不少？就算是境界提升，这肉身增幅也太明显了吧？是因为吃了蛟龙的血肉，触发了血石功的某种隐藏变化。力道比之前强了不止3分，修为突破，肉身增强，还白捡了一门神通，简直是赢麻了！妖魔！有妖魔！救命啊！别跑了！不是活的妖魔，看清楚了，是妖魔的尸体！我的乖乖，这是龙！镇魔司的大人们连龙都给斩回来了。你懂个锤子！那叫蛟，离这龙还差得远。不过能斩了这等凶物，也当真是通天的手段了。快看，剑秀金泥，玄黑为底，这起码是狼将，6品的镇魔大官。狼将？那走在最前头的女娃娃也是狼将，瞧着也太年轻了吧！我的个乖乖！本以为镇魔司都是些5大3粗的汉子，没想到还有这般神仙式的女子。要是能娶到她，让我大富大贵一辈子也值了。去，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虽然蛟不是我杀的，但这波跟着荷塘装逼也是爽翻了。今天老子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江姑娘无需紧张，寻常百姓不过是瞧个热闹，并无恶意。我不紧张。不紧张？那你的脸绷得跟张驴皮似的。我高冷，高冷也无用。你看，自打咱们进了城，这满街的目光10成里倒有8成是落在你身上的。因为我是最美的。今日是怎么了？跟赶大集似的。还能咋了？瞧见没？前头那几个肩上绣着金面呢。不就是几个狼将吗？跟一辈子没见过官似的，至于吗？我要当就当偏将。闭嘴！你他娘的自己看！
我操！话说那荒野之上妖气通天，一头千年恶蛟自河中探出头来，那头颅比咱这茶楼还大，一张口便是狂风大作。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天边一声轻喝，一位仙子脚踏七彩祥云，身披月光纱衣，飘然而至。仙子脚踏七彩行云，江大人什么时候变这画风了？他明明是徒手把蛟龙脑袋按进地里的暴力狂，好吗？阿弥陀佛，出家人不达诳语，但这说书先生怕是要下拔舌地狱了。只见仙子柳眉一竖，指着那恶蛟斥道：“孽畜，我一眼便看出你不是人，还不速速受死！”仙子背后锵的一声飞出一柄名曰斩龙的3尺清风，人剑合一，化作一道长虹，绕着那恶蛟的脖子只那么轻轻一转。先生，后来呢？快说呀！一颗比水缸还大的龙头咕噜噜滚了下来。好，杀得好，上！